公司帶家屬進行團建，女經理的丈夫喝多了，偏巧這時候有個重要的客戶打來電話，非要讓女經理親自去一趟不可，說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。韓冬雪扭臉兒朝着下屬夏麗麗一笑：“麗麗，這是我家的鑰匙，麻煩你把你周哥送回家去吧。”夏麗麗心裡一愣：“哎呀，這不方便吧？我一個大姑娘，單獨送一個男人回家。”可表面上夏麗麗沒敢顯露出半點遲疑。“好的，韓姐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照顧好姐夫。”韓冬雪聽着有點別扭，但是也无可挑剔。另外，她着急去見那個重要客戶，也沒時間多想，就馬上開車走了。夏麗麗把韓冬雪的丈夫周正送到家的時候，韓冬雪也已經見到了那個說有急事的大客戶。“楚老板，您這麼着急，到底是有什麼大事啊？”這位楚老板狡黠的一笑，眼神很不正經。“冬雪啊，不要這麼嚴肅嘛！我今天請你來，是想和你好好溝通一下。”說着話，這個平日裡道貌岸然的老男人便開始動手動腳起來。韓冬雪可不是商場小白，她早有準備，輕輕一推對方的大手：“哎呀，楚老板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車裡有藥，我去吃點藥啊。”說着話，沒等那姓楚的再開口，韓冬雪早已經跑出了他的房間，下樓上車，一腳油門，直接就往家裡開。與此同時，女下屬夏麗麗剛把醉酒的韓冬雪的丈夫周正扶上了他家的大床。夏麗麗犯難了，现在我該回家呢，還是繼續在這兒守着？叮鈴鈴，手機鈴聲響了，是夏麗麗的男朋友包展光打來的電話。“麗麗，你怎麼不在家？我有急事找你。”夏麗麗一想，哎，不如乾脆讓男朋友來這裡，一是免得自己單獨守着上司的丈夫不方便，同時也剛好讓男朋友包展光放心，自己在這兒完全是为了幫助經理韓冬雪。包展光距離這裡比較近，先韓冬雪一步來到了韓冬雪的家。一見女朋友守着一個醉酒的男人，他當場就急了：“好啊，夏麗麗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是告訴我已經被綠了嗎？你們好了多久了？”夏麗麗趕忙就解釋。當他說到“我是只愛你一個人的，今生今世不可能變心”，這個時候韓冬雪剛好到了自家門口，這句話從門縫裡傳出來，韓冬雪以為是夏麗麗在對自己的丈夫周正說話，她猶如五雷轟頂，誤會丈夫跟夏麗麗早有來往，怒氣沖沖推門而入，眼前竟然站着夏麗麗和另外一個男人。夏麗麗、包展光以及韓冬雪這仨人全是一驚。夏麗麗沒想到韓冬雪回來的這麼快，包展光因為本身是個逃犯，不想多見人。韓冬雪沒有想到自己家裡除了丈夫周正和夏麗麗，還多了這麼個陌生的男人。尤其使韓冬雪害怕的是，她看到了包展光的喉結下邊有一顆黑痣。這顆黑痣與多年前韓冬雪讀高中的時候，夜晚半路上欺負過她的蒙面歹徒的黑痣一模一樣，至今那歹徒還在逍遙法外。就憑這顆黑痣，基本可以確定此人便是那色魔歹徒。包展光對韓冬雪早就沒有印象了，韓冬雪也不敢顯露出自己認識對方脖子上那顆黑痣。既然韓冬雪回家了，夏麗麗也就順理成章的帶着男朋友包展光告辭回家去了。他們走後，韓冬雪首先看了看床上躺着的丈夫周正，還在酣睡。韓冬雪掏出手機撥出號碼：“喂，我要報警。”警方根據韓冬雪描述的嫌疑人包展光的特徵，
認為與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一系列連環姦殺案的嫌疑人十分相似。另外，此時還不能確定韓東雪的下屬夏麗麗是包展光的同夥呢，還是將會被侵害的目標。於是警方要求韓東雪配合進行調查和抓捕。韓東雪先是打電話給夏麗麗，說是自己發現家裡少了一條珍貴的項鏈，問對方見到沒有。夏麗麗說沒看見，她沒有動過韓東雪家裡任何的東西，然後就匆匆掛斷了手機。警察帶着韓東雪很快趕到了夏麗麗的家，結果撲了個空，沒人。韓東雪再打夏麗麗的手機，夏麗麗語氣很生硬：“韓姐，我在男朋友家呢，已經睡了，有什麼事情的話，明天上班再說吧。”說完又快速掛斷了電話。不過警方已經通過信號追蹤到了夏麗麗的位置，是在一個爛尾小區的爛尾樓裡。警車馬上開道，可惜又撲空了。看來這嫌犯的反追捕能力是相當的強啊！線索中斷，大家正在一籌莫展。忽然，夏麗麗的手機號碼打通了韓東雪的手機。喂，韓東雪喂了2聲，對方一句話沒說，直接就掛斷了手機。太可惜了，這次沒有追蹤到夏麗麗的位置。夏麗麗的這個沒有說話的電話，最大的可能是說明她已經遭受到了包展光的傷害。此時警方已經全城布防，尤其是車站和機場等地。可是該如何盡快找到夏麗麗與包展光呢？韓東雪靈機一動：“警官同志，我忘了把家裡鑰匙從夏麗麗手裡要回來，他們會不會又跑到我家裡去呀？”當大家火速又趕到韓東雪家的時候，果然有人來過，家裡被翻騰亂了，丟失了一點現金和幾件金銀首飾，而韓東雪的丈夫周正依然睡得香甜。客廳的茶几上有一個玻璃水杯，裡面的半杯水還在冒着熱氣，肯定是盜賊喝過的，說明那盜賊是剛離開不久。另外，這玻璃茶杯上面沾着一點血污，眾人禁不住心頭一沉。這更進一步的說明，夏麗麗很有可能已經受到了傷害，甚至是失去了生命。刑侦隊長派人現場取血樣送检之後，帶領着队伍趕奔各個交通要路口去排查搜捕嫌犯。韓東雪的丈夫周正酒醒了，得知發生的事情之後，他皺着眉使勁回憶，突然一拍腦門：對了，夏麗麗和那個人很有可能在花園公寓的某一個房間裡面。刑警隊長問他為什麼，周正十分肯定的一拍胸脯：夏麗麗在那裡有一處她姥姥留給她的住宅，不過我不知道是哪一戶。刑警們趕到花園公寓，很快鎖定了夏麗麗继承她姥姥的住宅。闖進去之後，當場抓獲了正在威脅夏麗麗的犯罪嫌疑人包展光。不對，這家伙的真名叫做倪秋游。倪秋游用包展光的假名，通過網絡認識了夏麗麗，並且以談戀愛為由，逐漸將夏麗麗確定為下一個要侵害的目標。幸虧警察及時趕到，夏麗麗才免遭了傷害。血樣的檢驗結果也出来了，那血跡正是犯罪嫌疑人倪秋游在盜竊金銀首飾的時候劃破了手指，把血留在玻璃杯上的。案子破了，罪犯被抓了，夏麗麗也獲救了。可是韓東雪的心裡仍然有個疑問，她一拉丈夫的胳膊：周正，你告訴我，夏麗麗在花園公寓有这個住宅，你怎麼這麼清楚？周正並不緊張，微微一笑：老婆，那天我醉酒，
不是你讓夏麗麗送我回家的嗎？她在半路上告訴我的，說花園公寓比咱家近得多，問我要不要到她那裡去醒醒酒再回家。我沒去。韓東學這才放心。